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 AI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会用 AI 了，每天都在跟它对话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用错了方法呢？今天呢，我们不谈什么咏唱术，怎么下更好的指令，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更根本的转变，怎么样从一个使用者变成 AI 的指挥官，真正驾驭它那股强大的力量。好，我们先来想一下哦，你现在是怎么用 AI 的？是不是就有点像在用一个超级无敌聪明的 Google？就是你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它给你一个答案，对吧？如果你的答案是的话，那我得告诉你，这个玩法，已经有点过时了。为什么说它过时？因为当你还在把它当成一个有问必答的机器时，你错过的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杠杆，真的不夸张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，叫做代理式 AI 时代。这可不只是什么小小的升级哦，它是从根本上把我们跟科技合作的整套游戏规则给彻底翻转了。不过嘞，我相信你一定也遇过这种状况，就是现实总是比较残酷嘛。当你试着丢一个真正复杂的任务给 AI， 那种需要好几个步骤才能搞定的事，结果呢，它10次有8次都搞砸了，对吧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解开的谜团。这个场景你是不是熟到不行？AI 突然开始产生幻觉，讲一些看起来煞有其事，但其实根本是胡说八道的东西，或者聊一聊，他就失忆了，完全忘了你们前面在讲什么。最惨的是，他还会完全跑偏，离你一开始的目标108000里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看来 AI 还是不够聪明啦。但真的是 AI 不够聪明吗？其实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它不够力，而是一种巨大的脱节。你看哦，左边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哦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匹神话里才会出现的野马，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强大力量。然后右边呢，是我们那个有点复杂、有点遥远的目标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有人给了你一颗法拉利的引擎，跟你说超猛的，但却没有给你方向盘，没有油门，也没有刹车。那结果会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失控爆冲啊！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该怎么办？很多人直觉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去学更厉害、更复杂的咒语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prompt engineering。但我得说，这条路可能从一开始就走偏了。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咒语，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驾驭工程 （Harness Engineering）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是驾驭工程啊？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简单来说，它不是在写code，它是一种打造系统的技术。这个系统里面呢，包含了引导、工具，还有最重要的边界。而这整个系统的目的，就是去指挥那个超强的语言模型。讲白了，就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野马的比喻。驾驭工程就是帮我们那匹神力野马量身打造一副最顶级、最合身的马具和缰绳。有了这套东西，你才能让它乖乖听你的话，精准地朝着你的目标前进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超简单但又超级重要的公式：一个真正能打的 AI 代理人，等于一个大型语言模型，再加上一套为它量身打造的驾驭系统。这一点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去训练那匹马跑多快，而是要成为那个最懂马的工匠，去打造出那副最完美的缰绳。好，听到这里，概念我们大概懂了。但你心里可能在想，驾驭工程听起来也太专业了吧？这我哪学得会啊？先别担心，这件事跟你会不会写程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一份人人都能上手的实战指南，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变成 AI 指挥官。首先，我们先从一般使用者、上班族开始。如果你不会写程式，那先恭喜你，因为你完全不需要会。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你的心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使用者，你是一位经理，而你手下呢多了一个全年无休、24小时 on call， 还不用付他薪水、不会抱怨的超级数位员工。想想看，是不是超赞？好，那作为一个经理，你的基础马具或者说管理工具有3样东西。第一，设定边界，
这就像新员工报道，你给他一本工作手册，你要很清楚地告诉 AI 你的角色是什么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哪些红线你绝对不能踩。再来第二个，按需给予工具。你想想，你不可能第一天就给一个实习生公司所有的管理权限嘛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，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，才把对应的工具交给他，这样他才能专心在任务上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保留最终决定权。你可以让 AI 去草拟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报告、email 都没问题。但是那个最后按下去的发送钮或是付款钮，拜托，永远都要由你这个人类经理亲自来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各位开发者和 IT 专家，你们的角色准备好要迎来一次史诗级的超进化了吗？你未来不再就是那个埋头苦干、跟 code 奋战的工程师了，你的身份即将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指挥官。你指挥的是一个由几百个甚至几千个 AI 代理人组成的数位军团，你就是战略总指挥。作为总指挥，你的进阶马具当然也更厉害，一样3件套。第一，自动化约束。我觉得这招真的超聪明，它的概念就是把 bug 回报直接变成新的指令，也就是说，当 AI 写错程式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把错误讯息再调回去给它，等于是强迫它自己 debug。你等于是建立了一个会自我修复的循环，超酷的。第二，部署审查代理人，还在花大把时间自己做 code review 吗？这件事可以停了，把它交给专门的 AI 代理人去做吧。让 AI 去监督 AI， 你会发现效率和品质都3级跳。第三，指令文件化，把你们团队所有的开发规范标准全部写进一个共享的作战手册，像是 agents.md。这样一来，你手下那支 AI 大军才能有统一而且超级明确的作战方针。好，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很实用的技巧，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，看得更远一些。这个驾驭工程，它最终的愿景到底是什么？它想带我们去哪里？其实它不只是一种技术而已，它更像是一种哲学上的转变。它正在重新定义人类跟 AI 在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。而那个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句话：人类主导方向，代理人负责执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在未来世界，我们人类的价值不再是来自于动手做，而是来自于动脑想。我们是那个决定船要开去哪里的船长，是那个画出整栋大楼蓝图的建筑师。而 AI 呢，它就是我们底下最忠诚、最高效的执行团队，把我们的想法完美的实现出来。而一旦这个转变真的发生，它会带来一个极度颠覆的未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个世界里，写程式码这件事会变得像呼吸空气、喝水一样。Code 会变成一种几乎免费，而且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说，未来决定一家公司、一个团队生产力天花板的，再也不是工程师敲键盘的速度喽。那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件事感到兴奋？对开发者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。你的大脑终于可以从那些超级繁琐的实作细节中解放出来了。你可以把100%的精力都放在更高层次的系统设计，还有产品策略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。而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那些没完没了的重复性的行政工作中解脱，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和心力还给最重要的决策，还给天马行空的创意，还给我们的真实生活。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今天最重要的 take away 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这句话：别再跟机器比执行力了。拜托，那是一场我们人类注定会输的比赛，根本不用比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赛道换了，我们要比的是谁能设计出更好的系统去指挥那些机器，这才是在这个新时代里，我们人类真正无可取代的价值所在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拿起那副专属于你的缰绳，开始去驾驭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力量了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就在你自己的手中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